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被困在母亲形象里的赵丽颖，该怪谁呢？赵丽颖不再是过去的赵丽颖了。张艺谋的这句评价，冯小刚也意识到了。据中国电影报道采访视频，19年前，他刚好19岁，是素人，参加选秀，成为冯小刚组冠军，方才出道。如今，这位青涩的河北姑娘，已成为手握飞天奖、金鹰奖、百花奖等众多奖项的万众瞩目的女演员。兜兜转转多年，一个大明星，一个大导演，缘分甚深的两人，合作也算水到渠成。向阳花去年拍摄，今年清明档上映，并成为该档期国产新片冠军，更是达成春节档后首部破1亿元国产电影的成就。但1.12亿元票房及豆瓣6.6分的评价，也实在谈不上理想。对演员而言，向阳花中的母亲高月香一角，更像是赵丽颖过往荧幕形象的重复，而非突破。她是被困住了吗？1. 向阳花是女子监狱文艺表演队的名称，是刑满释放人员的微信群名，是他们重获新生之后的生计所在。向阳花洗车行，更是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和兰西亚饰演的黑妹的人生之象征。他们跟在你的风雨摧残而不倒，寒霜威压而不折，用血泪浇灌根部泥土，逐节生长，终于迎来自己的秋日，无畏又灿然的怒放。整部影片就是讲生在尼的他们如何实现生命的怒放。尼的及监狱和他们的来时路。冯小刚手法老辣，仅10分钟便交代清楚了各自的罪。高月香因传播淫秽色情罪被判刑，黑妹因盗窃罪入狱，同是老友，有沾毒的，有拐卖儿童的，不一而足。但主角的罪与其他人不同，他们在道德上是情有可原的。高月香被当作彩礼送给了瘸腿丈夫，婚后丈夫不工作，还家暴，女儿因脑膜炎聋了。她想筹钱给女儿买一副20万的人工耳蜗。打工时结识了叵测之人，引入裸聊一行，虽赚得亏心钱，但为了孩子，哪怕火坑，她亦不选种。被抓不冤枉，但可怜。黑妹与之类似，从小被家法森严的犯罪团伙养大，看似是家人，实则是奴隶；看似是聋哑人，实则是为了犯罪和应对警察装的。结识了懂手语的高月香后，两人互帮互助，结为一体。他们本是至善之人，奈何生不逢时，被命运糟践，遂有牢狱之灾。但凌雨没有困住他们，反倒清洗和抵偿了先前的罪。当监狱大门敞开，阳光普照，他们迎来了新生。是新生，更是血泪。故事来到第2幕，丈夫遗弃的孩子被福利院收养。高月香想去看望孩子，却被园长告知，你没钱没房，不如不打扰。想要获得打扰的权利，就得赚钱、谋生、立足，成个人样。可犯罪前科，成了他不得不背负的隐形监狱。在酒店做保洁，被污蔑偷窃手表，要求脱衣自证清白，哪怕误会澄清，经理还是将他扫地出门。在街边卖药酒，车厢里跳艳舞，却遭遇恶心老板，克扣工钱不说，甚至还想奸污他、暴打他。与黑妹相依为命，住810月的漏雨危楼，扛垃圾袋、踩缝纫机、推销防盗锁，好不容易有了起色。黑妹的盗贼老爹找到他，软禁他，救不出，逃不掉。老爹甚至还要扣押他们，让两人代孕产子，以此赎身。终于，高月香忍无可忍，抄起老爹供奉的大元宝，砸向了那张不肯放过他们、不肯给条活路的象征罪恶的脸。他2次入狱，高月香以破釜沉舟的勇气与狠辣，赎回了黑妹的人生，洗清了周遭的淤泥。6年后出狱，
他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没有负担的新生，而先前的血泪早已浇灌出一个属于他们的未来。向阳花洗车行，女儿的人工耳蜗及关羽神向前的大结义与大团圆。女性群像，女性叙事，女性向阳，也是向死而生。冯小刚的芯片不同以往，陌生的像是平行时空的冯小刚拍的，而这些女演员其表演可圈可点，尤以赵丽颖和兰西亚突出。兰西亚有一股不被驯服的野性，赵丽颖亦复如是，但更为内敛，因为她必须兼顾母性的柔光，这对演员来说要求更高，标准更高。显然，赵丽颖扛住了大荧幕的凝视，行路时感觉她随时会被大风刮倒，拉货时又像个会被麻袋掩埋的民工，商场推销时标准的有点僵硬的微笑，俨然被生活操练许久。绝望之时，那种恨意滔滔的眼神和报复，像死寂的火山突然喷发。最令人触动的是一个背影，监狱表演前一刻，听见孩子的哭声，他情难自抑地躲到卫生间，以头撞墙，哽咽抽搐，全程看不到脸，却让你分明感觉到那个羸弱的背影在颤抖。从2024年春节档的第20条开始，这1年多时间里，我们似乎一直在荧幕上看着这样的一个赵丽颖，挣扎、绝望、愤怒。纵观赵丽颖荧幕形象，早期的电影作品，诸如《女汉子真爱公式》《乘风破浪》《西游记》《女儿国》等，皆是其电视形象，青春女性、国民初恋、邻家女孩、职场新人的延续和变体。直至2021年离婚后，她有意识地刺入现实，试图通过更多元化的、更贴近当下时代的影视作品，剥蚀自己身上的青春光环。于是，其电视形象蜕变为新时代乡村女性、改革浪潮中的女企业家等，而这也为她铺平了一条可以平滑过渡到电影的道路，既证明了演员的可塑性，还保留了偶像的光环。而后，张艺谋才重新发明了一个赵丽颖，属于大荧幕的赵丽颖。在第20条中，她饰演的郝秀萍，不会说话，素颜打扮，皮肤黢黑，受到脱香，随时在承受暴力和压抑带来的痛苦折磨。为了给孩子筹手术费，她成了卑微的牺牲品，只能逃跑、躲藏，像一只被标记的羊。逼到最后，退无可退，天台上她以手语倾诉绝望，深知自己唯一可以信赖的武器就是这条贱命。于是她纵身一跃，那一刻，羊成了狼。即使反扑的代价是生命，但为了孩子和家人，这名母亲义无反顾。郝秀萍使赵丽颖完成了突变，褪去青春的外衫，步入母性的立场。紧随其后的电影《浴火之路》，她又饰演了一位绝望的母亲，孩子丢了，她四处追寻，和其他寻子者结成暧昧又阴暗的同盟，在灰色地带搞钱，抑制爱的需求，为了孩子以身犯险，为了孩子持刀闯入贼窝，与罪犯缠斗。再到乔妍的心事，这部电影的题材迥异于前2部的现实质感，讲述了一个女明星想要遮蔽为之纠结、不得自由的现状与往事。演一个心不在焉又不得解脱的女明星，对赵丽颖来说没什么难度。片中她未婚无子，却依然是某种母性形象的象征。在高潮段落，她以姨母的身份闯入狼穴，与邪恶的经纪公司老板对峙，险被强奸，惨遭暴打，但她仍能沉着自救，随手抄起手边物件，砸向那个恶心的人，脸上溅着罪人的血，怀里抱着拼命守护的孩子。这一幕即可成为近2年赵丽颖荧幕形象的强烈符号。圆脸、白皙、瘦弱，身躯似羊，却有逆鳞孩子。人有鹰通鹰之，则必杀人。因而护崽的羊，随时可化身为狼，奋不顾身地去厮杀。冯小刚对赵丽颖的要求，并没有脱离这一符号，甚至可以说，高月香是郝秀萍的延伸，
两个角色都深爱孩子，都是为了孩子筹钱走到犯罪边缘，都与犯罪团伙和善良的公检法人员纠缠甚深，都在绝望的一刻以自枪为代价，拼命反抗不公与罪恶。自从张艺谋发掘出赵丽颖身上独特的母性力量，后续导演们便延续并巩固了这一天才般的洞见。不同的仅仅是戏份长短、故事题材。当然，对赵丽颖而言，最大的不同是，她从大导演的配角，成功的跻身至第一主角。被困在母亲形象里的赵丽颖，是否会厌倦这种重复？我们不得而知。但角色重复，就一定是坏事吗？也不一定。吴京多数作品都是以一挑十的硬汉，段奕宏、张译多数作品非军即警，王宝强是乡土喜剧，徐峥是城市喜剧，黄渤是城乡结合部喜剧，沈腾是小城喜剧，雷佳音多是正直却带着一丝刁滑的小人物，肖央干脆是苦情爸爸专业户。活跃在当今影坛的诸位演员，皆不得不进入角色重复的循环。可见，重复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只会机械重复而毫无变化，甚至电影非但不能给角色创造表演空间，反而会因剧本、制作、导演等主创才能的缺陷，拖了演员的后腿。高月香就是一个被拖累的角色。这个角色从卖身世嫁人开始，先后遭遇女儿大病，于犯罪边缘赚钱，不幸入狱，出狱后又被歧视、殴打、侮辱，乃至奋力一击，二次入狱，最终才迎来曙光。论其角色弧光，其饱满丰富，生死顿挫，远胜赵丽颖以前的人一角色，几乎可以称之为电影领域的盛明兰和许半夏。可惜其差异着，罪不在演员，而是剧作本身，亦或冯小刚能力欠奉。比如角色设定上，高月香是至善之人，犯罪纯属形势所迫，这里不存在任何道德和人性的讨论空间。一株出淤泥而不染的莲，干净是干净了，但力道明显不足。倘若他在裸聊时发现对方是学生又一个孩子，良心和母爱的二难抉择下，高月香该当如何？类似这样的纠结与挣扎根本没有，只能塑造一个道德圣洁的无辜罪人，这是冯小刚狡黠又软弱的地方。再者，人物关系上有一个致命缺陷，在100多分钟的剧情里，高月香母女从未同框，只在大结局团圆部分，母女才合体出现。也许导演有其考量，但对演员来说，无疑被剥夺了一个重要的表演机会。爱女心切的她，从前到后只能空相思，而无对手戏。此外，故事情节还有很多不合逻辑之处，比如一场重头戏，高月香想与黑妹一起拍推销防盗锁的视频，以便更快地赚钱。黑妹拒绝，她坚持要拍，她坚持不拍，于是两人闹掰，踢板凳、掀桌子，互骂对方婊子、盗贼，以至于两人决裂。决裂是标准的电影叙事，主角组建团队，遭遇困难，联手抗敌，决战前夜突然决裂，主角反省，而后召回队友，并在最终决战大获全胜。所以冯小刚写决裂戏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编剧技巧过于拙劣，宁可让主角降智和丧失同理心，都不问一句为什么不愿意拍视频，干脆就吵就暴怒，就来一场强行的决裂。一个降智和没有同理心的主角，只会让观众厌恶，觉得他有病，又谈何角色的魅力和表演的发挥？更可叹的是，向阳花已经是赵丽颖参演的4部电影中品质最佳、戏份最多以及表演空间最大的一部了。故而与其说是赵丽颖被困在为母则刚的形象里，不如说那些给赵丽颖递本子的导演编剧们，麻烦再用点心吧。